这个失去左耳的男人是世界象棋冠军，只因在与蚁王的对弈中，明知败局已定却仍未主动认输，便触怒了蚁王。心生恐惧的男人立马想要逃跑，可结果却因此葬送了生命。而接下来是围棋冠军，蚁王则开始现场学习围棋规则，虽然比象棋更加复杂，但蚁王却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很快，围棋冠军被油痞拖进了宫殿，看着死在一旁的象棋冠军，眼镜男心里害怕极了。而蚁王给了围棋冠军2条路选择，第一是和蚁王下棋，第二则是变得和象棋冠军一样。没办法，围棋冠军只好和蚁王展开了对局。可是仅仅10局，蚁王便赢过了围棋冠军。男人当即开始找借口说自己太累了，而且还发烧头晕，所以才会输给蚁王。听此，蚁王立马给了男人8小时的休息时间，让男人去调整好状态。围棋冠军走后，蚁王又将目标转向了军仪。这次的对手已经蝉联15年的世界冠军，只要蚁王将其赢下，就是世界第一了。但是这次的对手却会为蚁王的命运带来巨大的转变。接着，蚁王便开始熟悉军仪的规则，他叫女孩不要发出声音。谁知小麦却真的屏住呼吸。等到蚁王学习完后，小麦已经被自己的大鼻涕堵得昏迷过去。蚁王顿时一阵无语。然而比赛刚开始，蚁王便震惊了。当小麦下棋的瞬间，整个人的气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小麦的眼睛还看不见，所以需要蚁王说出下棋的位置。蚁王和小麦下了一把又一把，很快时间就过去了8个小时。但是在此期间，蚁王就连1局都没赢过，而小麦却表现得十分轻松，甚至还夸赞蚁王学得真快，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超过自己了。蚁王虽然想要继续挑战，但之前留给围棋冠军的休息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只好让小麦先下去休息。等小麦离开后，蚁王准备拿之前的围棋冠军出气，可这时油痞却表示围棋高手上吊自杀了。あのアホを呼び戻す。于是蚁王再次和小麦展开了较量，可强大无比的蚁王却始终无法在军役上赢过小麦。小麦只是简单的一手棋，便令蚁王感到了震惊。在初期就没有活路的棋，可是只是简单的一手之后便掌控了全盘局势，这简直就是神之一手。无奈蚁王只好认输。不过在连续几天几夜的惨败中，蚁王也逐渐熟悉了小麦的棋路。二人再次展开对弈，蚁王不断地分析着棋盘的局势。很快蚁王就想到了一出妙招，而这一招让小麦第一次出现了迟疑。在此之前，小麦都是保持着相同的节奏落子。但小麦只是简单的落下一子，蚁王便感觉到不可思议，他的脑海中顿时衍生出无数种棋路，可是却没有一种破解之法。无奈蚁王只好认输。原来小麦早就知道李隐是死路。小麦告诉蚁王，李隐这招的名字应该叫做孤狐离步，是小麦在10年前创出的招式，这在当时引发了热议，而且在名人赛中，小麦的对手曾用出这招。不过小麦在当时便想出了破解之法，最后小麦赢得了比赛。但从此以后，在比赛中和书籍上就再也见不到孤狐离步，而蚁王居然能想出和小麦一样的招式，这让小麦感到无上的荣幸，就像是死掉的孩子又复生了一样。所以小麦才不忍心将这个孩子杀掉。蚁王见久攻不下，于是便决定在对局中加入赌注。如果小麦赢了，那蚁王可以赐予他任何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小麦输了，蚁王便会扯下他的手臂。在蚁王看来，能对一个人的呼吸节奏造成干扰的，无非是欲望和恐惧。欲望会让人迷失心智，恐惧会让人慌乱不安。但小麦沉思后，竟将赌注改为自己的生命。蚁王让他解释清楚，小麦则表示自己除了军医什么也不会。但军医在国内的收入非常微薄，只有代表国家出战才能得到高额奖金。想要成为代表选手，就需要在淘汰赛中不断胜出，也就是说只能赢不能输。因此从小麦成为职业棋手的那天就下定了决心，如果哪天输在了军医上就自行了断。而至于蚁王许给他的胜利愿望，それがですね、軍技のこと以外あまり考え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で、勝った後に考えてみます。蚁王听后自嘲而笑，原来觉悟不够高的人竟是自己。他当即扯断了自己的手臂。见此情形，普夫连忙扯下自己的衣服为蚁王包扎。蚁王命令小麦继续下棋，而普夫却让他先将血止住。下一秒，蚁王直接使用尾巴将普夫打飞。嫌です。総帥様のお怪我が治るまで打ちません。2度言わすな。打ちません。私を殺すならば、どうか、軍議で。貴様。无奈蚁王只好妥协。就这样，蚁王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和小麦下棋。然而失去一臂的蚁王非但没有取胜，反而输得更惨了。小麦只是落下平平无奇的一子，无数绝妙棋路疯狂涌进大脑。明明已经堪称军医无敌的小麦，竟再次顿悟，这让蚁王心中升起浓浓的挫败感。此时小麦主动提出暂停比赛，他要将刚刚想到的棋路全部刻入脑海。看着小麦离开的身影，蚁王第一次想要知道一个人类的名字。小麦か。様の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られるのですか？闻听此言，蚁王突然愣住了。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于是他立即召见护卫队，询问起自己的名字，然而却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回答。眼看从3护卫身上找不到答案，蚁王再次感叹小麦的成长迅速。他现在几乎可以断言自己在军营上此生都不可能是小麦的对手。他也意识到强可以分很多种，那即将被筛选杀戮的亿万国民中，是不是也会有人在某个领域拥有凌驾于王之上的才能？但很快蚁王就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能将生命毫无理由的灭杀，夺取芸芸众生脆弱的力量，这就是他降临世间的使命。唯有暴力才能成为世间最强，其他领域的无敌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甚至小麦现在能够活着都是他的恩赐。蚁王下定决心将小麦碾碎，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可当蚁王打开面前的大门时，却看到小麦正被一只老鹰欺负。蚁王愤怒了，瞬间出手解决掉了老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なぜ助けを呼ばぬ？ここもこっちも血だらけではないか。くそ、なんという。这是蚁王第一次关心除自己以外的生物。看着小麦脸上的伤口，他也不由得询问起对方的伤势，心中全然没有了半分杀意，嘴上说着关怀的话，内心却不断质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谁知小麦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他。何なのだ、この生き物は。世はこいつをどうしたいのだ。可以，别打！这绝对是乙骨忧太最愤怒的一次，在亲眼目睹了昔日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当中，此刻的他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竟不顾诅咒，第2次召唤出特级咒灵骑本里香，势必要将夏油杰斩杀为同僚报仇。滔天般的咒力让夏油杰也丝毫不敢轻视，当即释放出大量的咒灵，两人的战斗继续。夏油杰抬手释放出无数只蜈蚣咒灵，然而面对这如潮水般蜂拥而至的咒灵，犹太却不慌不忙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喇叭。见此，夏油杰瞬间意识到不妙，然而犹太却早已做好，没想到会被犹太熟练运用，这让夏油杰无比的兴奋。既然这群垃圾无法满足你的兴趣，于是夏油杰便决定亲自会会犹太。持特级咒具游云的夏油杰战力爆表，即便以1敌2也丝毫不落下风，再配合顶级术士的熟练运用，席卷而至。好在李湘反应迅速，将犹太救下。稍微休息后，犹太便调整好状态。见此一幕的犹太缓缓闭上双眼，随后他转身来到李湘的面前，温柔抚摸着自己的爱人。感心后，他会将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李湘，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卷了整个咒术高专，无法控制的咒力瞬间直冲天际，其破坏力不亚于一枚小男孩炸弹。等到咒力消散，一切归于平静，夏油杰狼狈地靠在小巷里，而且还丢掉了一条胳膊。可即便已经这样，他还是不停地念叨着下次一定要得到李湘。就在这时，5条悟赶了回来，夏油杰也靠在墙边接受了现实，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他这一辈子唯一的挚友就是5条悟。5条悟问他还有什么遗言吗？即便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夏油杰仍旧表示讨厌一切没有咒力的普通人，但一切都结束了，车祸的当天，犹太无法接受李湘死亡的事实，无意识地对李湘下达了诅咒。如今犹太主动放弃了诅咒契约，诅咒也随之解除了。犹太闻言哭成了泪人，没想到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把爱人变成了一个怪物，是他差点害死了大家。有800岁的小老头，只要将他的脸贴在地上，立刻就能辨别出轮胎印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可突然老头露出满脸的惊恐，下一秒一群巨型魔鬼鱼从沙漠中游了出来，他们身躯庞大且数量众多。老头深知他们的可怕，便提醒宿主避其锋芒绕道而行，可男人却丝毫不惧，直接骑着马一跃而上，踏着魔鬼鱼的脊背一路穿行，一番灵活的走位过后，竟然轻松躲过了鱼口的攻击。而男人名叫地，他是人类和吸血鬼所生的混血儿，不仅能像人类一样在阳光下行走，而且还同时拥有吸血鬼家族不老的身躯。可就是这半人半鬼的身份，人类和吸血鬼都不愿接受他的存在，无法融入生活的他迫不得已当起了赏金猎人。而这天他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一个富豪的女儿深夜被吸血鬼的贵族抓走了，富豪开出了2000万的报酬，要求地把自己的女儿救出来。如果他已经被吸血鬼同化，那就直接杀掉，让他死得没那么痛苦。为了保险起见，除了委托地以外，富豪还雇佣了另一支猎杀小队。虽然这个小队的水平不如地，但也绝对是令吸血鬼闻风丧胆的存在。可吸血鬼贵族为了躲避猎人的追杀，一夜之间竟将小镇上的居民都变成了吸血鬼。他们把赏金猎人的战车团团围住，可猎人们早有准备，强烈的灯光照的吸血鬼们纷纷后退，而战车也趁机加大马力，直接冲了出去。眼看小队即将冲出重围，突然前方的十字架倒下，挡住了众人的去路。而此时身后的吸血鬼也追了上来，无奈之下，小队只好先解决眼前这群杂鱼，飞刀如同砍瓜切菜般将吸血鬼的头颅斩首。就连金发美女也是淡定的将吸血鬼一枪爆头。不出2分半钟的功夫，包围小队的吸血鬼就被砍杀殆尽。可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队长警惕的拉弓朝着声音的方向瞄准，下一秒利剑犹如闪电般划破夜空，朝着目标飞去。可结果却被对方单手接住。只见月光下，一只长着翅膀的黑马腾空而立。见此一幕，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ボルゴフ・マーカス、あんたの名を聞かせてくれ。
没有过多废话，猎人弟先行去追赶吸血鬼的马车。狡猾的队长决定让弟去打头阵，最后自己再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话音未落，金发妹就按耐不住，直接骑着机车追了上去。而另一边的弟根据手上老头的指引，穿过魔鬼鱼生存的沙漠，很快就来到了吸血鬼老大的藏身之处。整个避难所的墙面都被镜子遮住，显得异常诡异。为了保险起见，弟抓起一把石子抛向空中试探。果不其然，墙壁上出现数颗巨大的防御眼，发射出的激光瞬间就将石子打成了粉末，并且随着距离的靠近，发射的激光也变得越来越密集。可弟却丝毫不慌，径直来到墙壁的面前，接着他伸出手掌放在镜面上，让老头去寻找进入内部的入口。可就在这时，金发妹也追了上来，她可没有耐心去找入口，于是直接扛起火箭弹就准备破门而入。此时太阳已经彻底落山，沉睡的吸血鬼贵族也苏醒了过来，镜面突然打开，吸血鬼驾驶着马车从里面冲了出来。见此，金发妹果断一发火箭弹射出，却没想到被吸血鬼的翅膀直接弹飞，自己反而还被弹飞的碎片击中了手臂。而吸血鬼则是趁机逃离了此处。可就在他以为已经安全的时候，回头却发现弟竟然不知何时出现在马车上。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弟率先拔刀向着贵族砍去。可夜里的林克实力爆棚，无论弟如何进攻都不能伤其分毫。ダンピールのハンターに優れた技量の男がいると聞いた。お前が D か。一度会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ぞ。私はマイエル・リンク。俺もその名を聞いている。貴族でありながら、決して人間には牙を向けぬ男だと。だがそうではなかった。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马车里的公主却提醒林克要小心。就是这一句话让弟分了神，被林克一击打下了马车。看着扬长而去的马车，弟好奇女孩没有被同化，为什么还会担心一个吸血鬼的安危？取回了战马，弟便决定继续追赶，却发现一旁的金发妹由于流血过多，已经陷入了昏迷。当金发妹再次醒来时，看着准备离开的弟，金发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她不理解一个混血儿为什么要救自己，弟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便转身离开。而此时的林克正朝着野蛮族的领地进发，在这里吸血鬼猎人是不可以猎杀吸血鬼的，否则就会遭到野蛮人的追杀。当猎人小队赶到时，却发现在门口停着林克的马车，众人二话不说就对马车展开了进攻。结果却发现马车只是一块黑布，众人立马开始警惕起来。可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野蛮族的禁令。下一秒，一把利刃出现在巨锤猎人的身后，一把就扎进了他的影子里。虽然巨锤猎人已经及时将黑影消灭，但他还是被刺穿要害，当场死亡。队长抱着同伴的尸体悲痛欲绝，却殊不知一场更大的杀戮等待着小队。而另一边，弟也找到了野蛮族的首领，可他却不知道的是，对方早已被林克收买。为了完成任务，他们绝对不会让弟活着走出野蛮谷。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突然一道白色的身影飞了过来，白色人影犹如战神下凡，身体不断发射出威力巨大的激光，所到之处无人生还。仅片刻的功夫，野蛮谷的高手就死伤大半。而这就是猎人小队最强的打手白毛哥，只需要注射特定的药剂，白毛哥就能够灵魂出窍，并且战力爆表。接着白毛哥便朝着吸血鬼的马车追去，而弟也紧随其后。白毛哥见状想趁机解决掉竞争对手，结果却被弟抬手一刀劈成了两半。灵魂受损的白毛哥回归本体，同时肉体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解决掉了杂鱼，弟继续追赶马车。可就在即将靠近时，马车突然幻化成一块黑布，将弟牢牢地包裹住。迷失方向的马儿掉下悬崖，摔成了肉泥。好在弟及时抓住一块岩石，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而这便是野蛮族3大高手之一鬼影的技能，利用黑布战士困住了最强的猎人弟，剩下的小喽啰就更好解决了。但猎人小队也不是吃素的，队长很快便想到了应对的办法。他命令红毛吸引鬼影的注意，等到对方现身后，队长迅速发射出无数根银箭，打得鬼影措手不及，被一根箭矢直接刺穿了喉咙。鬼影立刻幻化成黑布想要逃跑，但却被红毛一发手里剑直接斩杀。而另一边的弟在手中老头的帮助下，也挣脱了黑布的束缚。为了方便赶路，弟准备先去附近的小镇买一匹战马。他来到马场，以30万美金的价格买下了一匹宝马。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突然闯进了一伙手持武器的治安官。治安官一把将弟的金币扔到了地上，告诉他这里不售卖给混血儿东西，并要求弟拿着他的臭钱立马滚出小镇。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这时老板突然开口说出了一个故事。原来在几十年前，小镇上有10几个孩子一夜之间都被吸血鬼贵族掳走。镇上的居民掏空家底请来了一位吸血鬼猎人，那个猎人的实力非常强悍，仅凭一己之力就斩杀了众多吸血鬼，最终救出了那群即将被吃掉的孩子们。可当小镇的居民们发现猎人是个混血儿后，不但没有对这位英雄表示道谢，反而还向他扔石头将他赶出小镇。可治安官听完老人的话，却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现在这个小镇的规矩是自己说了算，还让老头不要插嘴。ただな、ダンピールは好きで貴族の血を受け継いだわけじゃあるまいよ。说罢，老人取出藏在柜台下面的大炮，对准了治安官的脑袋。接着他让弟骑着马赶紧离开。ねえねえ、礼を言うのはこっち。昔の礼をな。数十年前、貴族の魔の手からお前に助けられた子供たち。
わしはそのうちの一人じゃった。闻言此话的众人皆是一惊，而老人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曾救过自己那位英雄的模样，那顶宽边的帽子，以及胸前的坠饰，还有背后的长剑。最重要的是那张英俊帅气的面容，跟当年救他时一模一样。やはりダンピールは年を取らんな。早く行け、腕がしびれてきおったわい。就这样，在老人的掩护下，地再次踏上了征程。而另一边，贵族和他的手下们正在路边休整。夏洛特走出马车，想要出去透透气，却在池塘的另一边遇到了前来营救他的猎人蒂。可没想到，夏洛特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他和吸血鬼贵族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可由于种族不同，没办法被世俗认可，于是两人便决定前往传说中的夜之都，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不会被打扰。如果蒂非要带他回去，那就请现在就杀了自己。而此时的金发妹也跟了过来，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后，她一巴掌就将夏洛特打倒，并怒斥他：如果只是想和贵族过二人世界，为什么还要残害那么多无辜的人类？难道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说完，金发妹就要将夏洛特带回去领赏，可这时贵族的手下突然出现，直接就将金发妹扔进了河里，而狼人也趁机带着夏洛特离开。眼看两人即将逃走，蒂立刻拔剑追了上去，可就在追逐的过程中，他的阳光症突然发作。虽然身为混血儿的他可以在阳光下行走，但时间一长，身体还是会受不了。好在最终蒂还是强忍着痛苦将贵族的第二个手下斩杀，可这也消耗了他所有的体力。蒂爬到阴凉处，想要挖个洞进去躲避阳光，可还没跑两下就彻底昏死过去。好在金发妹及时发现，将濒死的蒂埋进了土里，这也算是报了蒂之前的救命之恩。经过几天的相处，金发妹也对蒂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两人立下约定，在这次追杀贵族任务完成后，无论两人谁先死，活着的都要去另一个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听闻此话的蒂差点流出了眼泪，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得到一个人类的认可。到了第二天中午，贵族的马车经过一处桥梁时，被猎人小队提前买好的炸弹袭击。队长威胁贵族，如果不交出夏洛特，那他就把整座大桥都炸烂。大家一起鱼死网破。为了防止心爱之人受伤，贵族也只好忍痛暂时将夏洛特交到了对方手中。可就在猎人小队准备离开时，林克竟顶着阳光的灼烧走下了马车，强烈的阳光将他的皮肤瞬间点燃，敌人的利剑也不断刺入他的身体。可即便遭受如此痛苦，也阻挡不了他追寻爱人的脚步。夏洛特见状，拼命挣脱束缚，在林克即将倒下之前，替他挡住了大部分阳光。随后，他拔出利剑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就算是死，他也要和心爱之人死在一起。就在猎人小队准备动手时，躲藏在暗处的狼人突然向他们发起袭击，仅片刻的功夫就将猎人小队的2名成员消灭。解决完了危机，林克的马车继续朝着夜之都进发。可此时的蒂也追赶了上来，为了掩护林克撤离，狼人决定留下来断后。可蒂瞬间拔刀出鞘，一击就斩杀了狼人。不过能死在这么强大的人手中，狼人也算是死而无憾了。而此时林克的马车也抵达了传说之城，迎接他们的是吸血鬼女伯爵卡米拉。林克直接向其表明了来此的目的，想要乘坐飞船前往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夜之都，在那里没有世俗的偏见和种族限制，两人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卡米拉听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并表示明天一早就会送两人登上飞船，今天就暂且在这里休息一晚。两人在房间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而就在这时，林克感受到了蒂的气息，在临走之前，他要解决掉这个棘手的家伙。D。娘は俺と戻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る。林克怎么也没有想到，前一秒还和自己卿卿我我的爱人，此刻竟出现在蒂的怀里。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一柄利斧就瞬间将他劈成了2半。直到倒下的那一刻，林克才意识到自己被卡米拉骗了。可一切都晚了，卡米拉又幻化成林克的模样，将夏洛特骗到了自己的怀里，接着趁其不备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很快，夏洛特就失去意识昏死过去，他的鲜血不断涌出，朝着面前的棺材缓缓流去。而棺材里面正封印着卡米拉的尸体，这个因肆意残杀人类，被吸血鬼之王封印了5000年的女伯爵，即将突破封印重新复活。可卡米拉万万没想到，匆忙赶来的猎人蒂就是将他封印吸血鬼王的儿子，完美继承父亲能力的蒂，一击前刺就终结了卡米拉的复活梦。仅剩一缕残魂的卡米拉挣扎着向夏洛特爬去，结果却被恢复过来的林克一击直接打成了碎片。虽然解决掉了女伯爵，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夏洛特躺在爱人的怀里，变得越来越虚弱。そうだ、私だ。よかった。少しこのままでいさせて。わかった。そうしよう。就在林克抱起夏洛特准备离开时，猎人蒂却拦住了他。林克知道两人这一战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将夏洛特轻轻放在地上，随后便猛地朝地扑了过去。两人激烈的扭打在了一起，可蒂却并没有使出全力，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身为吸血鬼贵族的林克和人类女孩那至死不渝的爱情。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吸血鬼王父亲和人类母亲，当年一定也像他俩一样经历重重磨难，最终才艰难地走到一起。这一刻，蒂不再记恨吸血鬼王父亲，同时也接受了自己是混血儿的身份。最终这一剑，他只是刺在了林克的肩膀上。なぜだ？なぜ外した？エルバーン家の娘は朽ち果て消えた。
この形見の品がその証だ。俺の仕事は終わった。等到蒂和蕾拉离开城堡后，林克也带着夏洛特登上飞船，准备前往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夜之都。最后，在蒂和蕾拉的注视下，飞船缓缓升空。这对苦命鸳鸯终于去往了梦中的理想国。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传说中的夜之都早已在宇宙中变成了一片废墟。林克所做的这一切，终究还是化作了泡影。画面一转，在一个葬礼上，一群人向死者送上鲜花，为他送上最后的道别。可这时，一个小女孩突然离开人群，来到了猎人蒂的马前。あなたもしかしてレイラおばあちゃんのお知り合い？原来小女孩是蕾拉的孙女，而蒂也是来履行当初的承诺的。至此，影片结束。这部诞生于2000年的动漫《吸血鬼猎人蒂》正是处于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影片每一帧都是纯手工绘画，无论是场景构图，还是人物细节和打斗场面，都堪称完美。在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手绘早已被摒弃，可它依旧是无数人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佳作。作为混血儿的蒂生来就不被两方种族接纳，人类恐惧他，吸血鬼排斥他，永生带给了他无尽的痛苦。但强者又何尝不是孤独的？看似冷艳帅气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希望被他人认同的心。但在亲眼见证了林克和夏洛特的爱情后，他也原谅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最终接受了自己是混血儿的身份。虽然影片已经结束，但属于猎人蒂的故事还在继续。